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琉璃。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呢，是简单讲一讲神射手的这个爆炸键玩法的简单的攻略啊。然后本来这一期是一个比较长的配字幕的视频，但是我捏完 BD 之后发现时间可能不太够啊，就给各位看一下，我这边简单捏了4套，就是从前期到后期的爆炸键玩法，因为它现在就是有这么多的变种啊，针对不同时期的。然后接下来给各位看一下我现在的爆炸键的一个玩法。我这个号呢是命运阵营的号，没有任何的商人阵营的交易。在现在这个情况是简单刷了一个到中期的爆炸键的一个构筑吧。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700腐化度的一个强度表现啊。那能打700是因为我这2天打的不是特别多啊，昨天才300，今天打到了700，明天的话应该能打到1000了。爆炸键现在的强度就是这样，非常的高。然后这边也跟各位说一下，就是如果你是商人公会的话，最好不要碰这个玩意，这玩意现在太贵了啊！就你想要玩的爽的话，爆炸键现在可能更适合用命运阵营玩啊，因为我今天做视频之前简单看了一下物价，感觉这个爆炸键的装备实在太贵了啊！我是一个命运阵营，我不太理解为什么我这边批发的一个2孔匕首在商人那边能卖几百万上千万的，感觉就很不可思议。啊，就给各位看一下刷图的这种流畅度啊，大概就是这样，就基本就是全程就是跑过去啊，然后扔剑就好了，全程基本上就2个键啊。你看到我这边带了很多的技能，但其实按的就2个啊。就虽然我这边带了很多技能，但这个是为了让各位看清楚我们到底带了啥，所以才这么多。正常你只按1-2个键就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简单打一个700的这个小 boss 啊，700腐败值的小 boss。然后给各位看一下它的对单能力，就对群能力，各位看到了吗？700腐化基本就是割草。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对单啊，然后对单这边我们稍微换一换装备啊，稍微猴戏一下啊，等它出来，然后开始输出。你可以看到这个 boss 的血条大概就是这样吧，2-3秒就打死了啊。这边操作也不是很细腻，没有在它落地之前就对它进行一些操作。那接下来开始简单介绍一下爆炸键这个玩法啊，我们先简单说一下最核心的东西，2把匕首啊，就这个耶尔克霍尔的爆破刀，这2把小刀，这2把小刀的本身的强度就非常非常高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可以看到，虽然它是一个匕首，但它基础是有44点的近战伤害跟4%的暴击几率的。然后呢，它还有一个特殊的效果是加61的近战伤害到爆炸键。啊，也就是说，这一个匕首单纯给爆炸键这一个玩法就能加100几点？我看一下，满遍是65是吧？那满遍就是109点的点伤啊。比较变态的是呢，我们点了游侠的这个天赋，在这边啊，好刃成双，点了它之后，你能带2把匕首，就是200多点的点伤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变态的一个强度。然后此外呢，它还有一些特定的词条，我这边匕首都合过了。那等一下，我去找我没合过的匕首啊，没合过的匕首随便找一把吧。啊，大概就是这样的，没有合成过的。你可以看到，就是它是有3级的爆炸键等级，最高减6的爆炸键魔力消耗，然后还有一个让爆炸键变成近战攻击的这样的一个词条。然后呢，这一个2把匕首加起来，对爆炸键有一个比较变态的加成，就是把2把小匕首先摘了。啊，你可以看到爆炸键这个技能的基础魔力消耗是8点，也就是说你带2把匕首加起来，它们的减耗超过8，我们这个爆炸键的蓝耗就归0了啊，这是一个非常变态的加成，可能有的朋友不太理解，那不就是一个爆炸键伤害归0了吗？你按的再快也没什么用啊。那是因为我们正常是不靠自己的手扔爆炸键的啊，我们是靠陷阱、爆炸陷阱来触发爆炸键的。爆炸陷阱呢，我们点到这边啊，一路点上去，这边有一个叫爆炸陷阱就是一个陷阱喷洒器，然后呢，你再点右边这个全自动轰炸，就能够在你对敌人释放陷阱的时候，让陷阱的数量翻倍了。然后呢，我们再把左边这边的什么静态地雷、什么寒潮地雷，包括这个特帕斯这边的点也点完啊，然后你就能一次扔出5个爆炸陷阱了啊！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是5个，然后5个爆炸陷阱再被这边的陷阱喷洒器全自动轰炸翻倍，它就是10个爆炸陷阱
而这10个爆炸陷阱，每一个陷阱都能触发一个箭矢陷阱，对敌人射出一发爆炸箭啊，它是会基于我们爆炸箭的魔力消耗来触发额外的蓝耗的。但是呢，我们这2个小匕首把爆炸箭的蓝耗给归零了啊，归零了之后就完全不需要消耗了。那这个就是我们陷阱扔得多快，我们的爆炸箭就炸得越多了。我们一次手动扔能扔出10个陷阱，10个陷阱就能触发10次爆炸箭，而这些爆炸箭都能吃到爆炸箭的天赋数啊，包括这2把小匕首的加成。这也就导致只要你有了2把小匕首，而且它们的爆炸箭魔力消耗加起来大于或等于8，那你基本上就不缺伤害了啊！就2把小匕首，基本上你打到个1000腐化之前，完全都不缺伤害了。就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是打 BOSS 跟打小怪都很强。那打小怪强这边你知道是因为加成，打 BOSS 为什么强呢？很简单，因为爆炸箭可以重复命中啊！我们一次扔10个陷阱出去，这10个爆炸箭是能叠在 BOSS 身上的，它不是像之前那种折磨术士一样啊，我们每秒只能掉1次伤害，这个爆炸箭是能1秒炸10次的，也就是说打 BOSS 的伤害可能是比你推图要爆炸很多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基本上就绑定了爆炸箭跟爆炸陷阱这2个技能了。然后技能的话，各位就参考我这样点吧，你自己有些奇思妙想是可以的。就说一下爆炸箭，爆炸箭这边各位刚才看到了，我在打 BOSS 之前是取消掉了弹幕这个节点啊，这是因为如果你要最大化伤害，你是要点下面这边的什么延迟爆炸这一些乱七八糟的效果的。然后如果点了它们之后，你在日常刷图的时候，因为爆炸箭一直在炸，可能会比较卡啊，所以清小怪的时候，我这边现在会选择把弹幕点上。但打 BOSS 的时候，我就把它取消了。取消了之后呢，这个引爆时间叠起来啊，下面这些增伤才能吃到。当然这边还有一个玩法，就是你到后面去点这个灌注释放啊，然后再去拿这边的一些独立增伤，这样子也是可以的。但这样子有个问题，就是它的消耗蓝量消耗太高了，你到时候就得在腰带搞一个喝药回蓝的词条，然后不停的喝药啊。我觉得这样比较抽象，主要是我没有这么好的腰带啊，所以就暂时不说这个玩法了。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简单来说一下爆炸箭这一个玩法的前中后期的构筑啊。那我们这边来直接看模拟器，我们来看一套前期的配装。前期的爆炸箭的配装最核心的还是2把小匕首，但除了2把小匕首之外，还有一个道具就是山之巅这个头盔。这个头盔呢是去无光之庭这个地下城啊，我们在游戏里有的时候会打怪掉落钥匙啊，我找一下钥匙，大概在这里。啊，就这个无光之庭的钥匙，你用这个钥匙去拿出来，你使用一下啊，定位一下就能找到这个无光之庭的地下城了。然后你去打这个地下城的泰坦，你可以看到啊，阶级1就会有 45% 的掉率，然后阶级2、阶级3它的掉率也比较高。然后这个头盔它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简单粗暴的暴击几率提高啊。如果我们再给它头上打一个根据每把匕首提高暴击的这种词条，就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头盔。啊，你就可以看到我这个头盔现在加起来能够给我提供将近500的爆伤啊，当然我这边的变量不是很高，加起来可能也就450或者448的暴击伤害提高啊，暴击几率提高。然后呢，因为我们2把爆炸箭本身是有 4% 的基础暴击的，再配合我们基础的角色的 5% 的暴击，以及就是我们爆炸箭这一边还有一个效果是暴击脆弱啊，暴击脆弱是 20% 的综合的暴击几率提高。那这些折算起来到最后，我们的面板的近战暴击几率只要大于等于 83%， 我们的爆炸箭它就能够做到实战中的满爆啊。当然你这边看到我堆到158了，那是因为我后面可能会换这个赌徒谬论，它会扣我的暴击，那个是另外一套配装在说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在刷山之巅这个头盔的时候，前期还能出现一些副产物，是什么呢？是山之核或者是山之卵啊，就是你可以先刷到这个鞋子，这鞋子是能把我们的躲避值转化为耐伤阈值的，这个虽然在游戏里不显示，但实际是生效的。然后这个山一是男4才会掉的，它的效果呢就是击中之后获得持续一段时间的伤害免疫啊。就这3件套，就是我们前期玩血量爆炸箭的一个玩法。然后其他的，但是虽然是血量爆炸箭，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获得护盾的，比如说拉贡这边的每秒能量护盾恢复，比如说我们戴一个3眼戒指啊，因为我们本身把暴击堆到满爆了，那我们爆炸箭每一发都爆炸，爆炸箭本身的命中次数比较多，它就能频繁的触发3眼戒指的这个回盾效果啊。当然你说啊，我前期连3眼戒指都没有怎么办呢？那你可以搞一个这个戒指叫，等一下，
就是元素师的静电之处啊，你可以看到这边它会让我们在攻击被感电的敌人的时候获得75点的能量护盾。也就是说，这个玩法呢，我们靠3眼戒指或者我们的静电之处，就能够在我们3件3套的基础之上，在血量上额外再套一层小薄膜。我之前测的时候大概是2000血左右啊，实战的时候堆一堆，大概也是能堆到2到3000的护盾的。当然肯定是比不过后面低血套的护盾嘛。这边护盾维持就还是靠冻伤镣铐了。当然这个时候冻伤镣铐就不需要去打任何词缀了，你只要稍微堆一下冰抗就好了。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项链呢就正常带一个这种加爆伤啊、电伤穿透的这种，随便带一个项链嘛，抗性类的就好了。然后副手啊，带我们这个乌塞努伊球，这个球的效果也是比较强力的，它有冰抗跟电抗，有魔力，还有一个击中敌人跟首领的时候释放水球。那这个水球呢是可以叠的啊，它显示过去12秒内每个水球让我们冰霜跟闪电伤害提高 30% 嘛。我们就当是12秒里我们触发了3次，那3次是9个水球，9个水球再乘以这个 30%， 也就是270%的闪电伤害提升。当然了，这个前提是我们的智力跟协调必须是相等啊，所以我们的装备上是不能出智力跟协调这个词缀的，任何一条词缀都不能出。然后接下来剩下的部位就是腰带跟戒指了啊。戒指这边我推荐你是打指环王掉的这个痛苦虹吸，腰带呢是破碎锁链啊，它们也是一套装备。就痛苦虹吸这边有一个特殊的效果叫灾厄啊，可能各位看不明白，但数据库这边有。它的效果就是在你命中敌人之后，对敌人施加一个虚空持续伤害，并且提高敌人受到的近战伤害啊。那这个灾厄本身是一个挂上去的 buff， 我们前期也就只要它挂个 buff 就好了。然后呢，我们再用破碎锁链这个腰带来根据敌人身上的灾厄获得额外的增伤啊。它这边的翻译有点问题，我们看游戏里的说明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根据每层灾厄提高 5% 的总增近战伤害，也就是相当于这一个组合能够提升我们 20% 的独立增伤啊，因为我们的爆炸剑现在已经被转成近战了。那这样一套配置打完，再把祝福这些啊稍微刷到位，能够打多少呢？大概是能打到500腐化左右啊，但这个时候你可能已经去转低血套了。就我们这边再简单看一下被动啊，虽然我们是一个神射手玩法，但我们对神射手的唯一要求就是爆炸剑，其他所有东西都不需要，所以我们其他的地方就是去点一些能够让我们获得增伤跟减伤的效果。比如说游侠这里啊，游侠这里前期最核心的就是把好人成双点出来，其他的这些效果呢，根据你的情况来选择。然后刀刃舞者这边啊，这个追寻先点到5点解锁移动速度，然后再根据你的情况来进行结算啊，就包括这边的什么偏斜啊这些地方其实主要是拿生命值啊，生命值可以提高我们的基础血量，也可以在后续的低血套里或者一些别的玩法给我们提供增益啊。然后下面这边有一个叫节奏跟涌动的，涌动的点1点，然后节奏是会在涌动状态下给我们提供增益，这里的是加多少点是提供多少秒数，我个人一般是习惯点3点啊。然后迅鹰这边的话呢，也是拿基础的 buff， 但这边有一个特殊的东西是漫游者的毅力，它是提供回蓝的。就如果你是新手前期玩这一套，你还是比较缺蓝的啊。你可以看到我们爆炸陷阱这一个技能，它基础的蓝耗也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吃完了这个全自动轰炸，对吧？它本身的蓝耗也是比较高的。我可以给你看一下游戏里我的爆炸陷阱，现在扔一发是13点蓝耗，但是我这2个戒指一个有减3，一个呢也有减5。那这样子你其实一直扔的话，你的蓝是会不够用的。那怎么回蓝呢？啊，一个是我们腰带这边啊，可以出一个词缀叫做我的腰带呢？坏了，我没有找到这种腰带嘛。稍等一下。应该是有存一个腰带，对，就是这种词缀，实验室词缀，使用药水的时候获取法力啊。我们前期可以靠喝药回蓝，然后其次就是我们还能通过一些小技能回蓝，比如说我们的瞬影啊，瞬影你往这边右下点下去，会有一个使用瞬影的时候回复魔力的效果。但这个回复魔力的效果呢，是在我们低血套的表现会比较优异，待会讲低血套的联动的时候再说。就总之前期就是靠喝药回蓝，还有一些别的手段来回蓝。那3套前期的技能除了爆炸陷阱、爆炸剑之外，还推荐你点瞬影这个技能啊，就参考我这样点就好了。
我这边是点了一个半血的时候自动喝药的效果，这样子可以在半血的时候又回蓝又回血嘛。你也可以不点这个技能。然后顺影呢，这边我们再顺便点一个手里剑，手里剑这边就是为了吃它的刀刃护甲的效果啊。我们这个手里剑是靠顺影自动触发的，所以实在的时候也不用按。最后我们再点一个神网，神网这个技能呢是用在前期你的天赋跟装备不够好的时候，用它来补充你自己的攻速啊，有 20% 的独立攻速。还有它这边还有一个独立效果是对迟缓或筋骨敌人的 10% 增伤，这个增伤是独立增伤。所以这个就是一套前期的构筑啊，就这边说一下，就是前期的话，这一套基本是不怎么需要合成的，硬性合成就是破碎锁链这边你就要合一个喝药回蓝，然后头盔这里合一个根据每把匕首提供暴击，然后2把匕首就看你的情况了啊。基本上我个人推荐是合爆伤和闪电伤害，你也可以合近战武器点伤，或者是后面玩高级的配装之后再去合近战暴击几率。啊，但是这个匕首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给各位看一下我仓库吧。啊，就这边啊，你可以看到我这边一仓库的匕首，你可能以为他们都是比较差的，但是这边其实是，保底是个2孔的匕首啊，而且是怎么说呢？他们还是打到了稍微有点用的词条，我才会留在仓库里。就打到一些稍微很差的，比如说打到那种2个次要的啊，全被我扔了。啊，我这边是命运阵营，我一天刷这个匕首大概能刷10几把2孔的，跟2到3把3孔的。但你如果是商人阵营的话，2孔的匕首可能要400、500万，3孔的可能要1、2千万，甚至更贵。啊，这个就是目前这个商人阵营的一个缺点，他们物价涨得太快了。好，然后整体的装备大概就是这样，就反正合成也说完了，这些装备也说完了，我们来看第2套配装啊，就是我们这边的中期的万盾爆炸剑。那中期万盾爆炸剑这边呢，我们很明显就要上大师血，还有回光返照，再配上一个打上实验室词缀的冻伤镣铐，组成我们的流血3件套了。然后这3件套呢，会根据我们的当前生命值来提供护盾啊，就是简单点说，就是我们当前生命基本就是被锁在1、2点，然后呢，它再根据我们的生命上限来给我们提供每秒的回复护盾。那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正常堆血的啊，因为你堆血了之后，它的每秒回盾就高了，我们基础盾就更厚了。然后呢，别的装备变化也就是项链这里啊，我们换一个叫西弗塔难题的这个项链，这个项链能够锁住我们的生命再生，并且把药剂回复生命转成能量护盾。戴这个项链最大的好处就能一直把我们的血给锁住，锁住之后，我们就能比较轻松的利用我们的顺影来进行回蓝和回血了啊。回蓝的效果就是使用顺影时回复魔力，然后回血主要是这个应急药剂，然后应急药剂又被西弗塔这个项链给锁住了，锁住之后就变成了我们的盾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套构筑啊。你也别问我这个西弗塔难题为什么3孔的连一个爆伤都没有啊，我只能说 T7 的爆伤已经喂狗了啊。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隐藏的联动，就是西弗塔难题会把我们的血量锁住，锁住之后，我们在腰带这里弄一个叫拾荒者的腰带啊。这个腰带它的基础效果是有一个极高的药剂掉落几率啊，就是你如果是想要坚韧一点的话，可以出像我这样的拾荒者，就是后缀都是生命的啊。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嘛，选择那种更高的药水收集几率啊。就总之就是这样。然后这样子有一个比较好用的效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顺影的时候不是会自动吃药嘛？那自动吃药是能触发这个使用穿越技能冷却时间恢复秒数的啊，它会直接在顺影之后，你看啊，我们顺影放完就只剩1半的冷却了啊，对吧？这个是一个联动。然后第2个联动就是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比较高的药剂掉落几率，打起来满地都是药，你随便去捡就好了啊，这也不缺药水。然后还有一个隐藏的啊，就是我们这时候可以点烟雾弹，不点手里剑了。烟雾弹这边这个技能有一个词条，你点到下面啊，它有一个烟雾弹算作穿梭技能。就其他的像这边什么烟雾之刃啊，这一些烟雾弹让我们获得银色帷幕，这些还是要正常点，尤其是银色帷幕，它在中期刷图的时候对我们帮助非常大啊，它是100%让我们躲避下3次攻击的。就这边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点完穿梭技能之后，你看烟雾弹跳完，对吧？我们喝药2口药下来，烟雾弹就刷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正常刷图的时候，尤其是打一些竞技场，只要怪够多，那么药就够多，药够多，我们就能靠喝药来刷顺影，让自己跑得更快，或者是靠喝药来刷我们的烟雾弹啊，让自己的这个烟雾弹给我们的闪避100%闪避能够一直触发啊，这个也是一个联动。
就这两个联动下来之后，我们刷图的时候就能跑得很快了，然后在扛伤害的时候也能全靠烟雾弹来扛住。当然也不是说全靠烟雾弹，我们本身这个陷阱爆炸的时候也是会触发。哎，我怎么找不到那个节点了啊？反正陷阱有一个爆炸的时候触发目射帷幕的效果，那个目射帷幕呢是一个偏斜啊。我们这边呢，你看扔完一边扔，我们这个概率就会提高，这个是35%的总减伤，然后再配合一些别的东西，我们的躲避效果也会比较高。当然这样子的话，护甲的效率就不是很高了。不过我们本身有一个比较厚的盾嘛，然后再把其他的坚刃堆上来，这个时候也就不怎么怕死了。所以呢，这一套就是中期的玩法，也是我目前个人在使用的啊。我这边也是给各位看一下我这边的装备，因为我是命运阵营嘛，几乎就是排除了我买装备的可能啊，所以给各位简单展示一下我现在用的装备啊。这边说一下，我们在这个阶段啊，如果你是打到1-2千的腐化了，你会发现自己打 BOSS 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慢，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准备2件装备在背包里切换啊。一件是这个叫苏洛龙之鞋，它的效果就是简单粗暴的最高 105% 的近战暴击伤害加成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破碎锁链，就平时刷图的时候带拾荒者跟回光返照，打 BOSS 的时候你把这2件切上来，然后切上来打死 BOSS 了，哎，刷图再把它们给换回去，对吧？那这个就是中期的一个构筑啊。中期这套构筑里主要就是上了烟雾弹，然后稍微换了一些回盾的，天赋这边还是没怎么变的。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讲最后期的构筑啊，就你看现在讲到这里已经20多分钟了，对吧？就后期的这个赌徒爆炸剑这一套，可能是你到2-3千腐化才会使用的一套构筑，而且是用来特化推图的啊。这一套构筑的最典型的什么呢？就是我们换上2个3眼戒指，然后武器上打一个高级的暴击几率的词条，叫近战暴击几率，再带上灵魂赌徒谬论这个项链。这个项链我们带它的效果，我还是给你看游戏里的实物吧。啊，我们在游戏里带它，我建议各位也别问为什么我这2个赌徒谬论的词缀这么烂啊。就我们在游戏里带它，主要效果就是暴击时回复护盾这个词条，因为我们本身你通过一些手段是可以让爆炸剑满爆的。那爆炸剑满暴击的情况下，如果怪物的血稍微够肉一点，我们就能靠灵魂赌徒谬论在战斗中获得非常夸张的回护能量护盾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带2个3眼戒指，每个3眼戒指也能提供30%的概率获得护盾嘛，大概加起来就是60%的概率。那这样子配合灵魂赌徒谬论，反正刷图的时候盾很厚。我之前离线的时候科研了一下，刷个2000腐化啊，常驻能有个2-3万的护盾，非常非常的夸张。但这样子配的话，就是我们会亏点伤害，也就是说我们是稍微拿一些伤害去换了这个输出的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还想让自己变得更加的肉，还有一个配置就是扔瓶子啊。扔瓶子就是我这边给出来的一个技能，毒瓶。毒瓶这个技能它为什么能让你变得更肉呢？因为它也算一次击中。我们这边可以用陷阱，这边陷阱忘了取消，就我们这边可以用陷阱在触发的时候额外丢一瓶毒瓶啊，就是一次触发陷阱，对吧？扔我们5瓶还是10个毒瓶子出去，然后这毒瓶子是能吃到效果的，我们可以用这个瓶子给怪挂护甲粉碎，给怪挂致盲，给怪挂虚弱啊，就是能给怪各种的 buff。然后这个毒瓶本身因为它算命中，所以它也能够暴击，暴击了之后就也能触发3眼跟赌徒来给我们回盾。那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觉得这样的配装给的盾还不够多啊，或者你装备上有了几条粉碎护甲，你觉得不太需要这个粉碎护甲了，怎么办呢？你把这个粉碎护甲啊，你可以把这边给去掉，去掉这边的点之后，点这边的啊，点这里有个叫炸药瓶的节点啊，你把一些别的节点可能你觉得它意义不大，你把它去掉，来点这个，点这个锐利破片啊。一个是把它变成火瓶了，火瓶子相比毒瓶子的区别是什么呢？啊，就是它没那么卡，因为毒瓶子打到怪身上会有一个磁运伤害，它会让我们的游戏多一次运算，就会比较卡。然后其次就是你能点下面这个提高酸液瓶的暴击几率，把它的暴击几率拉上来，因为酸液瓶不是近战攻击嘛，它吃不到我们武器上的近战词条，所以这样子你可以把它的暴击率也拉上来，让它也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护盾啊。这个就是扔瓶子的玩法，但是我觉得扔瓶子可能不太适合造大后期，因为我自己3080 Ti 的电脑打到扔瓶子那一套，可能打半个小时电脑就会有点卡了，然后再打一会儿我就会死掉。但我死不是因为说配装的问题，也不是因为操作的问题，
是我一进图扔完瓶子之后，我就开始屏幕卡顿了，抽风了，然后过一会儿就死掉了。所以我觉得瓶子这个技能还是可以不带的啊，继续带我们的神网啊。但如果你想要更高的盾、更厚的盾，想要体现一个极致的护盾厚度，那你就扔瓶子吧。然后最后一套配装，也就是这个打 BOSS 专用的啊，这边就是在我们的原来扔神网这一套的基础之上，稍微进行了一下改良啊。改良也是很简单，把所有的增伤组件都带上了啊。就衣服我们为什么带山之盒？山之盒有一个效果是 BOSS 击中我们之后获得3秒的伤害免疫啊，我们剩下就是拿这3秒的时间把 BOSS 灌死就好了。然后首饰这边还是这个痛苦虹吸加破碎锁链这一套，但是呢，戒指这里我换一个朱拉的星盘。朱拉的星盘这边有条件的话，给他打一个非常高的投掷攻击速度提高这个词缀。打上这个词缀之后，我们用烟雾弹或者是瞬影啊这种穿梭技能跳到 BOSS 脸上，在接下来的4秒时间内，朱拉戒指的词缀会翻3倍。就比如说我这边给朱拉打上了一个 36% 的投掷攻速提高，那接下来4秒内，这个戒指就能给我们提供 100% 的投掷攻速了。投掷攻速会影响我们的爆炸陷阱的出手频率，爆炸陷阱出手越多，我们的爆炸键就被带的越多啊。那这个时候就会蓝不够了，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原来的老的喝药回蓝的破碎锁链给拿回来啊，就在这里不停的灌药。那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也可以带一个这种刮出来了投掷攻速提高的被抹灭的强宝，来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输出啊。包括其他的装备，项链这里我带了个辩解者的圣锁，它有一个对首领敌人增伤 14% 的效果啊。还有一个项链，我找一下，应该是奉献吧啊，就这个项链它也是能对我们增伤的，它有一个闪电伤害提高跟一个闪电抗性穿透啊。但是这个项链现在很贵，我看2孔的可能要几千万，所以我这边用的是辩解者的圣锁啊。就是今天小号去查了一下这些装备的价格，发现都特别贵，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爆破刀这个东西，你命运阵营去预言匕首或者是升华啊，一天能搞我不说搞个20多把，你几个小时搞个4-5把出来2孔的，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但是商人那边还是卖的很贵啊，我也不能理解，但就是这样嘛。就总之这一套玩法大概就是这样。打 BOSS 的话，你也可以看到像我刚才那样，就是你走上去 BOSS 出来之前扔个神网上去，然后在烟雾弹持续时间内不停的按我们的爆炸陷阱把 BOSS 灌死就好了啊，大概就是这样。这一套特化的打 BOSS 构筑比我刚才的那一套的配置起码是要翻2到3倍伤害的啊，也就是说打到个3000腐化的 BOSS 不成问题。当然进度阶段的话，可能就会不太和这种给盾的这一套来的舒服，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就是技能方面啊，用这一套技能就是爆炸剑、爆炸陷阱、瞬影，然后烟雾弹和神网这一套。然后呢，日常刷图的时候切这个赌徒谬论加双山眼啊，这种是2-3千腐化之后的，就是这样子用它们来给盾。打 BOSS 了啊，装备稍微换一下，直接秒掉就可以了啊。整体的思路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包括操作，最后再给各位看一下我在刷图的时候的操作吧啊，就最后说一下哦，忘了说，就如果你是命运阵营的话，你就去做接这种会给你独特匕首的任务。然后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你在腐败值超过500以上的地图再去做它们，这样子呢，你接了这些任务打出来的匕首几乎就是一定带孔的了，然后出了爆破刀很容易出2孔啊。你可以看一下我这边的仓库嘛，对吧？我这边也没有去过商人阵营，然后我仓库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就你看这边2孔的匕首，我这边还有1、2、3、4，有4把啊，这边2把，我怎么？哦，这边2把要卖了，这边2把他们的词缀很有问题啊，他们的减号只有3点，然后近战伤害也不是很饱满啊，我就给卖了，因为我是命运阵营的嘛，这些装备就是很多。然后还有一个小技巧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命运阵营这边啊有一个词缀叫做7阶词缀出现率提高，然后呢还有稀有物品掉落的时候有一定概率化为传刮物品，所以你在接预言的时候，如果你想要搞底子，你可以去接一些给你黄色匕首啊、黄色戒指这些的底子，接完了之后，你靠这个命运阵营的7、8阶这2阶的词缀奖励，你可以把稀有装备给硬生生抬成崇高的啊。具体抬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这边我给这位看一个，有个很经典的例子啊，在哪里？我找找，就是会抬出这种匕首来啊，就是它本来是一个只有一个词缀的黄色的匕首，但是呢，通过我们的阵营阶级的提升，直接变成了一个
有 T6 爆伤的小匕首。那这样的匕首，我们给它打一个闪电伤害或者打一个近战暴击，然后次要再随便打2个你要的词条啊，你就等于把它做好了啊。就我举个例子啊，当然它这边是只有40点潜能嘛，你如果脸黑的话可能打不上来啊。但是我们这边就稍微打一下看看，就举个例子，就是你打个闪电伤害，对吧？啊，这边打上去了，然后后缀这边随便打2条，比如说打个粉碎护甲啊，我找找在这里打个粉碎护甲，对吧？再打一个有概率感电吧啊。好，这样子我们一个底子就做好了，因为后缀对我们的需求，我们对后缀的需求不高，对吧？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打完了之后就可以了。然后呢，你如果想要再多一个底子啊，用创造把它给复制一下。当然现在这个戒指连 T7 都没有，我是觉得它不配进入我的复制了啊。我复制一般都是复制 T7 的小匕首，就你可以看到我这边的底子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这就是命运阵营的一个好处吧啊，就包括这边，我这边你看 T7 的底子有这么多，这是命运阵营刷匕首的一个小技巧吧。然后正常的话就还是如果你不怎么缺青睐啊，你就去预言崇高匕首，去预言这种独特匕首，反正武器是很好搞的。就腰带跟衣服反而不那么好弄啊！我现在弄到现在也就4到5个2孔的大师血，这是唯一一个打成功打出2个生命的啊！然后腰带也是，腰带我也不知道为啥我的拾荒者3孔的掉率就很少啊，我的朋友都是什么3孔4孔一大堆的，感觉就很奇怪啊！大概就是这样。就最后再说一些奇特的变种啊，就是前期你在开荒的时候可以带这种腰带啊，就是有一个药剂使用的时候回复附盾，并且清除所有异常。因为我们在前期开荒的时候回光返照会冻结，我们冻结是会减少我们的攻速、移速跟司法速度的。我这边在中后期选择的是顺影带一个解除净化异常，但它会让我们的顺影冷却时间延长，所以呢，你也可以带一个这样的腰带。如果你带这样的腰带，或者是你的拾荒者吃到这样的腰带了，那你的顺影就可以不点这3点啊，你可以把它拿去点别的你需要的节点了。然后就是戒指啊，戒指的话，如果你走滴血套，那么除了痛苦虹吸，除了3眼戒指之外，你也可以带这个叫终末游牧民的传家宝，它有比较高的生命值、冰抗啊，然后同时它也有一个使用药剂的时候解除冰冻和清除状态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戒指。总之就是能戴的首饰很多啊，你直接去换这种带着投掷减耗、投掷攻速的这种普通的底子戒指啊，戴在手上也是 OK 的啊，大概就是这样。我们这一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然后呢，讲的也比较乱，比较长啊，之后我也会把它给简短一下啊，明天出一期完整的攻略吧。那么就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各位，拜拜。